王志胜自从找到工作后，陈小娟就觉得家里的氛围变得很不一样。王志胜不仅有空会陪小孩出去打球，现在也会乖乖下班回家吃他准备的晚饭，让他每天光是想着晚餐要煮什么好吃的，就觉得生活过得好充实。下星期公司要我去南部出差，王志胜对着陈小娟说道，而孩子在旁听到边说，爸爸又要不在家了吗？王明阳的话让身为父母的他们顿时感到尴尬不已。陈小娟连忙缓和气氛，爸爸只是因为工作要去南部出差，工作做完就会回家了。明阳，有想要爸爸带什么礼物回来吗？王志胜也跟着讨好儿子，他的心里对孩子是有愧疚的。我想要爸爸早点回家，陪我出去打球。王明阳一说完就扒了口饭，好像在掩饰自己的害羞。王志胜和陈小娟对看了一眼，王志胜心里不免酸楚，他之前对这个家庭所做的一切是真的有点太过分了。爸爸明天下班就买一只手机给你，王志胜认真地对小孩说道。王明阳有些惊讶地看着爸爸，又看向妈妈，他没想到自己可以获得妈妈禁止的东西。不用吧，陈小娟立刻阻止，他现在还这么小，而且小孩用手机一点都不好，近视眼了怎么办？这样明阳想我时才找得到我啊。王志胜说出心里的真心话，我给他买便宜的就好，这样我出差的时候明阳就可以传讯息给我。耶！王明阳开心地在餐桌前挥舞着双手。真是的，陈小娟看着父子俩都这么高兴，也不好再坚持己见，只好跟小孩对手机的使用方式约法三章。王明阳高兴的不管陈小娟说什么规矩，一律都答应着。而陈小娟也开心的想着，王志胜不在家的这5天，他终于可以好好做冥想功德。他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去光明之家了。前几天他才收到师姐的慰问讯息，询问他使用法器时是否有所感应，也提到宗师很关心他的状况，让他很是苦恼，怎么找时间回去光明之家，跟宗师和师姐分享他最近发生的喜乐。而王志胜出差的消息就是来得这么刚好，一切真的都太巧了，巧合地让他在心里不得不佩服宗师的法力真是太厉害了。王志胜出差的第1天，陈小娟就迫不及待地去安亲班接王明阳下课。在安亲班门口等待时，她不停地搓着双手，心里想着要马上回家，开始用水晶球法器助念默祷。回家的一路上，王明阳都感受到妈妈的心急，像是过马路时，妈妈简直是拖着他行走。他只好在妈妈身边说，妈妈，走慢一点。陈小娟甚至心急到无法等待买外食的时间，直接带王明阳回家点外卖，然后她抢先一步进洗手间盥洗沐浴，因为做冥想功德需要先净身。王明阳看着一阵风来来去去的妈妈，他有些看呆了，但他知道妈妈好像很开心，他选择不扫兴地回到房间，想要把在安亲班未完成的功课拿出来再做完。他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把书包在书桌上放好后，他翻开书包，先是拿起放在里面的手机。自从爸爸买手机给他后，他每天都要看看跟爸爸聊天的对话框，上面都是他跟爸爸的悄悄话。这时，
家门的门铃响了，王明阳拿着手机走出房间，对着洗手间向妈妈喊道：妈妈，外卖好像到了，钱放在餐桌上，你帮妈妈一下。在听到妈妈这样说后，王明阳看到餐桌上的钞票，他把手机放在餐桌上，然后照着妈妈的话去做，顺利拿了外卖的餐点。他把外卖的餐点放在客厅的茶几上，顺便看了一眼外卖的袋子，都是他爱吃的食物，有素食，有杂物，妈妈一向不让他吃这些垃圾食物的。这时王明阳的手机传来讯息通知，他知道一定是爸爸传讯息给他了。他开心地跑向餐桌，就想点开手机来看。他看到爸爸正在问他吃晚饭了没有，王明阳手里还拿着外卖找剩的零钱。然后他想到今天上数学课时有一题数学很难懂，他想要问爸爸，便跑回房间，从书包里想要翻出那本数学习题。结果手上的零钱因为他的不小心从指缝间掉了出去，很多个零钱硬币散落在王明阳的房间地板，叮叮当当地作响着。他见大事不妙，便蹲下身子想捡起所有的零钱，但一个硬币却刚好滚入他的床底板下。他只好趴下身子，却看到床底板下有一个水晶球的物品，这是妈妈的东西。王明阳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床底板下竟然会藏着妈妈的法器。他把捡到的零钱放在地板上，然后用小小的双手把床底板下的水晶球法器拿了出来。水晶球上泛着紫色和粉色交错的光晕。王明阳看得入神地摸摸水晶球，他感觉自己有些不受控制。这时刚洗完澡的陈小娟正在客厅喊着王明阳：明阳，你在房间吗？出来吃晚餐啊。王明阳想到手上的水晶球法器是妈妈的东西，就拿着走出房间，跟妈妈说：妈妈，这是你的东西吗？正在把食物装盘的陈小娟抬眼看到王明阳的手上正拿着水晶球法器，她一时心急，大喊道：不要碰它！王明阳吓了好大一跳，身体的震动把水晶球抛离莲花台底座，那个像是藏有银河星系的水晶球重重的落地，应声摔碎了。王明阳知道自己闯祸了，因为眼前的妈妈脸色变得好难看，她受惊地低语着：我不是故意的。陈小娟一看到碎裂的水晶球，她仿佛觉得世界要崩塌了。她心里不安地想着，这该怎么办？水晶球破了，她的婚姻怎么办？比起儿子的惊慌失措，陈小娟第一时间拿起地板上的水晶球，很仔细地想要查看损伤的情况，而水晶球碎裂的程度像是正在抽光她原本应该具有的法力。陈小娟六神无主地捧着水晶球，那模样真的吓坏王明阳了。她转身跑回房间，只想拿起手机跟爸爸诉苦，但王明阳幼小的心灵在看到爸爸着急的回讯时，又把心中的害怕忍了下来，因为他担心爸爸会责怪妈妈，他担心父母又会吵架。